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6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热点。BC 省长霍根在立法机构质询中开骂。周一，在 BC 省立法机构质询有关医生短缺问题时，省长霍根投出了一枚 F 炸弹。反对派大喊大叫，省长使用非议会语言。BC 临时自由党领袖、健康评论家 Shirley Bond 对该省医生短缺感到担忧。他引用了上周的一份报告称，目前有近100万人，相当于1/5的 BC 省人口，没有家庭医生。本月仅在省府地区就有4家诊所宣布关闭，这个数字自2017年以来急剧恶化。省长霍根辩护说，他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以改善医疗保健，然后试图谈论联邦医疗转移支付。霍根对 Bond 喊道：“你为什么不去洗手间和自己说话？因为你不想在这个地方听到答案。”说真的，霍根再次试图将讨论引向加拿大医疗转移支付问题。他说，这对哥伦比亚省的医疗保健至关重要，并且已经持续了几代人。霍根说，你想要一个口号还是想要行动？然后跟上一句不合适的口头禅 FK。Shirley Bond 回答说，你真可耻，并在提问后呼吁省长为亵渎道歉。下午3点54分，省长在推特上发帖说，如果我妈妈还在，她会带着爱尔兰之春的芳香前往立法机关。随后，省长在会议厅里正式道歉。今天上午，在提问期结束时，由于我过于专注于医疗保健议题，使我发表了一些不节制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可能冒犯了众议院或其他人。我为此道歉，我毫无保留地撤回了这些言论。上海病例下降，重点防疫转向北京。上海的 COVID 新病例连续第3天降至3周来的最低水平，因为中国的抗疫重点转移到北京，那里的每日感染人数创下了纪录。根据周二公布的数据，上海的新感染人数下降了 12.7%， 至16980人，而有症状的病例下降了约1/3，达到1661人，死亡人数达到52人。自3月1日以来，在拥有2500万居民的城市中，总感染人数增加到52万2000人。周二，北京增加了13例病例，使中国首都自4月22日以来的累计病例数达到92例。卫生当局下令在该市16个地区中的10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发现并隔离高度传播的 Omicron 变体。此前他们承认冠状病毒已经传播了1周，而未被发现。近2个月后，上海与 Omicron 的战斗为北京近2200万居民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他们已经开始囤积食物和必需品，以应对全市范围的封锁。自4月1日以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封锁了这座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扰乱了重要的供应链，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并摧毁了商业活动。上周，上海确定了666家主要制造商，从特斯拉到芯片制造商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 SMIC， 在所谓的隔离环境下恢复生产，工人必须在现场睡觉，以保持与外界的零接触，并每天接受 COVID 检测。周二，全国新病例下降了 12.2%， 至17724例。自3月1日以来，上海记录了190例死亡，其中几乎完全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居民，平均年龄为82.5岁，并患有癌症和心脏病等潜在疾病。上海下令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6轮以上的大规模测试，以找到传播链。最新一轮的测试于周二进行。上海曾希望到4月20日实现社会零 COVID 的目标，在将重点转移到防止疾病蔓延到社区之前，将无人看守区域或低风险住宅区及其周围环境的新感染降至0。停工令延长至4月26日，因为 Omicron 感染了快递员和医务人员。周一在无人看守的地区共发现217例病例，与前一天持平。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赵丹丹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周一约有14812名 COVID 患者从医院和检疫地点出院，使总数增加到约26万5千人。这相当于当前浪潮期间该市总感染人数的 50.8%。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生物发布消息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4月26日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临床批件，成为全球最早获批进入临床的奥密克戎株灭活疫苗。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希望的曙光就在前面。威廉王子能从伊丽莎白女王手中接过王位吗？威廉王子是王位的第2顺位继承人，但更倾向于他成为继女王伊丽莎白2世之后的下一任国王，而不是他的父亲查尔斯王子。然而，威廉王子剑桥公爵的粉丝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这不太可能发生。威廉王子比其父亲查尔斯王子威尔士亲王更受欢迎，原因有很多，他更年轻，更能引起共鸣。此外，当查尔斯王子仍然与戴安娜王妃保持婚姻时，同时与卡米拉有着婚外情，使他不受民众欢迎。尽管如此，根据伦敦国王学院英国政治与政府中心的 Vernon Bogdanor 教授的说法，没人可能跳过查尔斯王子成为继承人。这位宪法专家结束了多年来关于威廉王子可能比预期更早接管王位的猜测。当查尔斯王子还健在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Bogdanor 说，关于君主制的大多数事情都需要议会法案来改变它们。我认为越代继承这一说法是相当愚蠢的事。他继续说道，为了改变继承顺序，需要一部议会法案。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牙买加和其他地方，没有人想要这样做。跨代继承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正如威廉王子在之前的采访中已经表示的那样，他无意在父亲之前成为国王。许多人想知道，当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查尔斯王子是否会立即成为国王？专家证实，情况确实如此。俄罗斯警告不要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乌克兰停火。周二，他告诉俄罗斯外交部长，他准备充分动员联合国资源来拯救生命并疏散在马里乌波尔一家钢铁厂避难的平民。在拉夫罗夫警告乌克兰不要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之后，古特雷斯发出了这一和平呼吁。俄罗斯外长警告说，第3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是严重而真实的，不应被低估。拉夫罗夫在电视节目中说，莫斯科目前正在努力消除核冲突的风险，尽管这个风险很高。他补充说，华盛顿没有兴趣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并强调与基辅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原则，以及该协议何时成为现实将由作战情况决定。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上发文称，俄罗斯谈论第3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危险，是因为他在乌克兰感到了挫败。据英国国防部称，经过数天的街头战斗，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卢坎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城市克雷明纳。美国一直在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并表示西方盟国的援助正在对这场为期2个月的战争产生影响。美国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称，美国希望看到乌克兰继续保持一个主权、民主的国家，但也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到无法做入侵乌克兰等事情的程度。奥斯汀的言论似乎代表了美国战略目标的转变，因为之前华盛顿表示，美国军事援助的目标是帮助乌克兰获胜，并保卫乌克兰的北约邻国免受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对奥斯汀的明显回应中表示，俄罗斯有一种感觉，即西方希望乌克兰继续战斗，并且在他们看来疲惫不堪，耗尽了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军事工业战争综合体。这是一种错觉。拉夫罗夫指责乌克兰领导人通过要求北约卷入冲突来挑衅俄罗斯。与此同时，北约部队正在火上浇油。周二，普京表示，马里乌波尔已被解放，那里没有军事行动，
这与基辅对事件的说法直接矛盾。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告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基辅应该对钢铁厂的人负责，并呼吁那里的战士放下武器。泽伦斯基在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仍在抵抗，使占领者无法忍受耗尽其资源。周二，俄罗斯表示，西方和乌克兰政府的政策正在导致乌克兰的解体。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